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本周访华，两国元首周二举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今年全球治理迎来亚洲时刻，上半年中国主办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下半年印尼将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的面对面沟通有何特殊意义？此次会晤取得哪些成果？海外媒体又有哪些观察？来看报道。中印尼元首会谈结束后，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接受媒体采访，介绍两国元首会晤成果。吴江浩说，佐科总统是北京冬奥会后中方接待的首位外国元首，中国则是他此次东亚之行的首站。习近平主席同佐科总统就新时期中印尼关系发展深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发表了关于两国元首会晤的联合新闻声明，凸显了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发展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这次访问一个最大的政治成果，就是两国元首共同明确，中印尼要共建命运共同体。吴江浩介绍，双方将以共建命运共同体为统领，持续深化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合作4轮驱动的双边关系新格局。中国和印尼为什么能确立共建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在周二的会谈中，习近平作出阐释：中国和印尼发展阶段相似，共同利益相连，理念道路相通，前途命运攸关。中国和印尼分别是世界第1和第4人口大国，第1和第3大发展中国家。当前，中国人民正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迈进，印尼人民也正为实现2045年建国100年目标积极打拼。两国元首认为，中印尼关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深远全球影响，同意确立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大方向。两国元首指定两国外长进一步探讨命运共同体的要素和原则。那么命运共同体最核心就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哈，所以实际上是双方达成了未来就是说，人类朝哪个方向走，我们这种国际关系怎么处置，那么双方有这种共识，所以我觉得这种的政治上的一种高度共识是非常难得的。印尼是今年20国集团主席国，年底将主持 G20 峰会。吴江浩表示，两国元首一致认为，要展现发展中大国责任担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统筹安全和发展2大课题，为推进全球治理提供东方智慧，贡献亚洲力量。习近平主席明确地表示，我们全力支持印尼来办好G20的峰会，来共同的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来共同推进公正合理的全球的治理。对于中方领导人是否将接受邀请赴印尼参加20国集团峰会，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重视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的重要作用，全力支持印尼主持召开巴厘岛峰会，愿同印尼加强协调配合，确保峰会取得圆满成功。港媒香港01评论认为，相比西方国家一直施压印尼不让俄罗斯参加今年的 G20 峰会，有的国家更扬言威胁缺席杯葛。中国表态会全力支持印尼办好峰会，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 G20 峰会是协作共商的平台，不应对别国做政治或道德绑架。西方在俄乌冲突之中全力拉帮结派，却无视众多经济和社会水深火热的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印尼代表寻求中立不站边的东盟，乃至急于务实地解决经济民生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国际社会所需要的一股势力。值得注意的是，印尼是明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提到，印尼负责在成员国之间协调地区和国际重大问题，其中包括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如何调解G20国家的不同立场，避免对立，如何协调东盟成员国保持团结，不选边站，都将是印尼需要面对的棘手问题。实际上，中国和印尼的这次合作，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双边。那么，至少在地区甚至在全球的意义都是非常广泛的。在地区，实际上我觉得是地区聚焦到这个地区，究竟是像印太战略那样，使地区走向一个阵营性的这种对抗分裂，还是能够聚焦于合作、多边主义，聚焦于经济的这种发展。我觉得这个上是一个正能量。那么从全球来看，发展中大国的这种互利共赢的一个典范。佐科总统访华也在印尼国内引起热烈反响。中国驻印尼大使陆康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中印尼双方达成共识和成果文件的用时非常短，说明双方都有相向而行的共同意愿。此次会晤也符合印尼各界期待。那么佐科总统从他飞机起飞启程访华，飞机起飞的时候他就发了一条推特，
那么飞机抵达北京，他受到了在首都机场受到热烈欢迎。抵达这个钓鱼台国宾馆，他又发了一条推特，两国领导人会谈一开始，印尼方面报道就出来了，而且是在他总统府秘书处的网站。我记得也是前2天接受你们总台采访的时候，我说过，元首外交历来是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可以发挥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的。在佐科总统访华的同一天，美国召开了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会议，这被认为是2周前在新加坡举行的首次印太经济框架高级官员和专家会议延续，反映了美国想尽快将这个小圈子运作起来的急切心情。不过，这一框架被指先天不足，政治意味大于经济前景。美国政府于当地时间周2主办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视频会议，由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商务部长雷蒙多主持。会议持续2天，议题包括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税收和反腐。这4大领域也是印太经济框架下的4大支柱。戴奇主要负责贸易，雷蒙多负责另外3大支柱。本月13号至14号，美国和其他13个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还在新加坡举行了首次高级官员和专家会议，对框架内一些设想进行了初步讨论。周2的部长级视频会议首次谈及实际议题。拜登政府提出印太经济框架，它目前呢还是停留在初步的设想阶段，因此呢，他这一次开这么一个会议呢，多少呢还是能够为他的新的这样一个设想呢造势。也就是说呢，目前呢，从本身的操作层面来看，印太经济框架，也就是 IPF， 它遇到的困难呢、障碍还是非常大的。因此呢，在这种背景下，拜登政府本身想呢，给其他的成员呢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美国呢还是希望能够和印太经济框架其他成员一起，能够在这一框架之内呢有一些动作，有一些实质性的合作。5月23号，美国总统拜登在访日期间宣布启动所谓印太经济框架，首批14个创始成员国中包含7个东盟国家。路透社称，自从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来，美国政府在与印太地区国家的接触中缺乏经济支柱，让中国得以扩大其影响力。为此，拜登启动了印太经济框架，但这一倡议具备明显的排他性。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曾称，印太经济框架标志着美国重塑地区经济的领导力，为地区国家提供替代中国的方案。不过，印太经济框架被指先天不足，缺乏细节，政治意味大于经济前景，不被看好。一方面，美国想通过这一框架参与亚太经贸事务；另一方面，又担心对美国工人和企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没有关税削减，没有市场准入等便利。究竟能够给合作伙伴带来多少实质好处，备受质疑。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管经济的资深副总裁古德曼等人采访了10多个亚太地区国家的政府代表，并指出这些国家普遍认为美国索取太多，付出太少。古德曼同时指出，相较于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有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亚太国家几乎看不到加入印太经济框架有何益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日前发布的专题报告《印太经济框架：美国思维的变与不变》认为，印太经济框架指向中国，但其成员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远高于美国，短时间内实现对华脱钩难度很大。另外，印太经济框架极易受美国国内政治干扰，外界普遍担忧其难以持久。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任期间力推 TPP， 但其继任者特朗普一上台就宣布退出。而目前美国国内通胀高企，经济面临衰退风险，党派分歧加剧，政府议程在国会受阻。中期选举临近，总统支持率不断下降等背景下，印太经济框架前景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绝大多数成员实际上是希望呢，借助这样一个协议，能够更好的进入美国市场。毕竟呢，美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它的市场容量呢还是不容小视的。但是呢，如果说拜登政府他关于印太经济框架的设想始终停留在目前这样一个框架的层面，也就是说，并不能给予其他成员太多的，尤其是以市场准入为代表的好处，那实际上一定会让其他成员非常失望。而中国与东盟之间紧密互补的贸易关系，也让美国难以挖墙脚。今年1月1号 ，RCEP 生效实施，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正式起航。RCEP 成员中，中国和东盟分别是世界第2和第5大经济体，经济总量之和超过全球1/5，对全球经济贡献率超过30%，是疫情下全球经济复苏名副其实的重要引擎。
有观察认为，亚太区域的产业链分布中，中国和东盟的产业链有着很强的互补性。RCEP 生效后，中国和东盟国家贸易增速明显超出非东盟国家 ，RCEP 的红利效应已经显现。未来 RCEP 如能不断升级，更具包容性，完全可以抵消印太经济框架可能的负面影响。也许正是意识到把经济事务政治化的脆弱性，加上印尼总统佐科东亚之行首站就到中国，美国开始坐不住了。佐科启程访华的前一天，美军参联会主席米莱在访问印尼期间就渲染中国威胁称，中国军队在过去5年中变得更咄咄逼人和具有危险性。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表示，美方有关表态完全颠倒黑白，美方一些人固守冷战零和思维，言必称中国挑战，他们无非是要为自己扩充军力寻找借口而已。拜登政府呢，他目前呢极力的推进所谓印太战略，他也发现了东南亚地区呢，实际上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同时呢又是美国的一个战略短板所在。或者说，拜登政府也发现自己如果想在东南亚地区和中国进行所谓的地缘政治竞争，很有些力不从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呢，拜登政府实际上在东南亚地区它的动作是越来越大，都可以看到美国这样一种战略焦虑，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国它在东南亚确实呢有些坐不住了。此外，2名美国官员当地时间周二再度就南海问题进行炒作。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朴正，以及负责印度洋太平洋安全事务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埃利拉特纳，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场活动上，渲染所谓中国加大对其他南海声索国的挑衅力度，声称咄咄逼人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意味着发生重大事件或事故只是时间问题。美方官员近来不止一次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说三道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月中旬发表声明，宣称支持南海仲裁案的所谓裁决。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一在纪念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0周年研讨会开幕式上，就正告个别域外大国，如为和平合作而来，我们欢迎；如为捣乱破坏而来，请你们离开。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印尼总统佐科访华，两国元首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共识。那么您有什么样的解读吗？佐科总统的访华行程时间非常的紧凑，内容丰富，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的合作共识。中印尼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元首在会晤中明确了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这一大方向，从而为双边关系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赋予了新的使命。这也是佐科总统此次访华最引人关注的成果。在全球秩序以及亚太地区秩序处于深刻变革过程之中，中印尼双边关系稳步发展，把握命运共同体的大方向，从而为中国与东盟以及东亚地区秩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牵引力量。访华行程是佐科总统中日韩东亚3国之行的首站，如外界所评价的那样，佐科总统的访问是贸易和投资之行，或者说是以经济发展为主线的外交行程和活动。我个人认为，在地缘政治危机和热点频发的当下，佐科总统访华以及东亚国家的互动，凸显出了亚太地区时代主题依然是和平与发展，不仅契合人民的诉求和利益，也是各国的外交和战略的主题。印尼是今年20国集团的主席国，也是明年东盟的轮值主席国。佐科总统的外交活动可以说是为11月的20国集团峰会预热。一是突出印尼的外交主张，那就是发展是核心的主题。之前佐科总统访问了乌克兰和俄罗斯，重点议题就是粮食和能源，切中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二是突出印尼以及亚太地区的利益和主张，通过东亚3国之行凝聚地区合作与发展的共识，这些共识也必然会体现在20国集团峰会的议程之中。中国领导人对印尼承担的国际外交的角色给予了坚定的支持，这与中国倡导的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完全契合的。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统筹安全和发展2个主题，这些主张和倡议也得到了佐科总统的呼应，合乎当下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关切。印尼是东盟地区的大国，处于亚洲地中海的中心地带，中印尼共同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促进区域和平与发展，
符合双方以及地区的利益。同时，印尼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和外交舞台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印尼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所采取的中立自主的立场，也代表了国际外交的新生力量的崛起。美国近日召集印太经济框架之下的谈判，从这一框架提出到现在，似乎还是在务虚的层面。那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吗？印太经济框架的确是一个框架，而且还是个框。所谓的4大支柱包括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税收和反腐，包含的内容很多，但就像自助餐一样，选择空间很大，但是怎么开展合作就是个问题。因此，这么一个经济框架就是一个拼凑起来的产物。一方面呢，美国最近10年来的对外经济政策一直在变，尤其是面向亚太地区的合作，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没有定性。奥巴马时期呢，是推动 TPP， 把很多的标准纳入到经济合作的领域，但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就退出了。特朗普任期内从一系列的多边合作框架中退出来，主要通过单边施压，以美国利益为优先。而等拜登上台之后呢，又要搞多边，但是又不愿回到之前的 TPP。其实根本原因就是还是要坚持美国优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当 RCEP 开始落地实施的时候，美国发现自己在亚太多边经济合作框架之外了。亚太经济框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被仓促提出来的，没有进行多边的磋商，没有细节，甚至没有内容，就搬上了自助餐的餐桌上，让成员国去选择。给人的感觉就是美国要请客吃饭，只有菜单没有菜，所以现在才紧锣密鼓的一轮轮去谈菜谱。至于说拜登政府是不是准备了食材，还是一个未知数。外交部周三再次对美国众议长佩洛西有可能窜访台湾一事进行回应。发言人赵立坚重申了坚决反对的立场，并强调，如果美方一意孤行，挑战中方底线，必将遭到坚决反制。这是近期中方第6次对这一问题进行回应。外媒注意到，面对中方超乎以往的严厉警告，拜登政府内部分歧明显，包括军方和拜登本人在内的各方都先后就此事发表意见。《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美国政府正悄悄劝阻佩洛西放弃下个月窜访台湾的计划。针对有记者提问称，有美国官员表示，如果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美国军方将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包括战斗机。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再次强调，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佩洛西众议长访台的严正立场。如果美方一意孤行，挑战中方底线，必将遭到坚决反制。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完全由美方承担。7月下旬开始，外媒密集炒作佩洛西拟窜访台湾的计划，中方多部门则密集发声，警告美方勿触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继外交部和国台办后，就有媒体称中方可能就佩洛西窜访台湾做出军事回应。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周二晚间回应表示，作为美国政府3号人物，佩洛西众议长如果访台，将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破坏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必然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导致台海局势进一步紧张升级。谭克飞强调，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履行不支持台独的承诺，不得安排佩洛西访台。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必将采取强有力措施，挫败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次佩洛西他就是打算去台湾，他明显是想踩中国的红线，他就是政治挑衅，所以说这个是绝不允许的。应对所谓佩洛西要窜访台湾这件事上，我们有很多的办法。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制止于萌芽状态，我觉着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好。当然了，我们也要做好最充分的准备，那么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在中方密集发声之下，有外媒注意到，在佩洛西拟窜访台湾的问题上，拜登政府内部明显分歧，包括军方、拜登本人在内的各方都先后就此事发表意见。一些美方官员担心，若佩洛西访台，中方可能会采取更为严厉的回击。
彭博社周二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截至目前，佩洛西的工作人员和安全官员虽不排除他在8月初访问台湾的计划，但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纽约时报周一的报道则指出，美国政府正悄悄劝阻佩洛西放弃下个月访台的计划。美国官员认为，佩洛西此行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冲突和误判风险。若佩洛西决定访台，他可能会乘坐军用飞机前往台北，这也是过去美国政客窜访台湾的典型做法。一些人士分析后认为，中方可能派飞机阻止佩洛西坐机降落。美国官员称，尽管可能性不大，但这种担忧很合理。美联社分析称，拜登政府虽然将削弱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作为其外交政策理念的核心部分，但他与中国的关系是复杂的，他试图避免不必要的加剧紧张局势。另一方面，一些保守派的共和党参议员则处于自己的政治盘算，不断拱火，鼓动佩洛西窜访台湾，并施压拜登，意图让美国政府明确做出支持的表态。我相信美国政府中的一些理性的官员，出于美国国家最高利益，他们是不希望佩洛西去台湾的。但是佩洛西呢，他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那么他可能会执意要去台湾。那具体会走成一个什么样？那我觉得这就需要美国政府、拜登总统要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做出一个判断。就在这个佩洛西窜访台湾问题上要做出一个判断。日本在涉台问题上也小动作不断。日本政府近日通过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这是岸田政府执政后发布的首个防卫白皮书。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大幅提高了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对完全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指手画脚、大加干涉，宣扬所谓的中国单方面改变国际现状，为台独势力呐喊助威，对亚太地区局势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周二就日本政府通过2022年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他表示，该白皮书涉华内容罔顾事实，充满偏见，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两岸同胞都不会忘记，日本曾以侵略战争手段强行攫取台湾，殖民统治罪行罄竹难书，对中国人民负有难以推卸的历史罪责。吴谦强调，日方利用防卫白皮书插手台湾问题，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违背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做出的严肃承诺，损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加剧台海地区局势紧张，是完全错误和非常危险的。日本呢，在台湾问题上胆子越来越大，那么他就是干涉台湾问题的力度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因为我们也知道前段时间，就是日本正在炒作他这个修改宪法，那么就是说他在台湾问题上极有可能成为日本，那么借力使力，就使他走向这个重新军国主义化的一个支点，他会在这个在台湾问题上会介入的越来越深，甚至在美国的指挥下，那么成为一个阻碍大陆推进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的外部障碍。我觉得值得我们高度的警惕。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针对佩洛西拟窜访台湾，国防部昨晚回应说，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外交部今天说，若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反制。那么您认为佩洛西还敢窜访台湾吗？主持人好，中方呢对佩洛西窜访台湾已经发出强烈的警告，甚至说呢是前所未有。你刚刚讲的呢是中国军方和外交部的最新声明，其实呀此前还有过4次，包括外交部的3次警告和国台办的1次警告，要求美方呢撤销佩洛西窜访台湾的安排，否则呀中国将严阵以待，坚决反制，说到做到，玩火者必自焚。这些呢用词是前所未有的强硬，意味着呢中国做好了一切准备。美国政界的第3号任务访台是要打破现状，用行动支持台独，把海峡两岸呢推向军事冲突的风险之中，所以呢中方是断不能允许的。在中方的强攻下，美国政界和军方呢也开始分化，执政的民主党及这个美国国务院安全部门军方呢都劝阻佩洛西不要玩火，三思而后行。但是呢反对党共和党这个则有多名的重量级人士出面，这个蛊惑佩洛西呢应当访台。
现在啊，这个尘埃还没有落定，佩洛西去还是不去台湾还在争论之中。现在啊，佩洛西去还是不去的剧情呢，变得是越来越狗血，不仅成了中美关系的黑天鹅，而且呢，成了这个美国两党对垒的靶子，更成了这个拜登呀对华政策失败的象征。现在最难受的恐怕仍然是拜登，被国内反对党和本党激进派呢联手架起来烧烤，认为啊，这位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总统，其实呢没有处理外交危机的能力和远见。就是说呀，佩洛西呢还没决定是否访台，美国政坛首先自爆了，这个中美关系和美国内部争斗呢纠缠在一起，把事态变得更加复杂化。我个人的判断是，佩洛西呢大概是不敢窜台的，否则呀，这个中美之间呢就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一旦中美发生军事摩擦，那麻烦就大了，意味着拜登政府呢在对俄、对华两大外交主战场上均告失败。他呢首先要遭遇中期选举的惨败，接下来呢就是总统位子的摇摇欲坠。现在就看这个拜登总统了，看他呢怎么说服佩洛西别再玩火了。佩洛西是否窜访台湾，似乎让拜登政府骑虎难下。共和党称，如果佩洛西不访台，就是中国的胜利，美国的软弱。那么，如何看待美国的内斗呢？如果把佩洛西窜台呢看成是剿共，那么不仅搅出了美国两党的分裂，也搅出了这个拜登政府啊内部的裂隙，还搅出了国会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就像美国媒体所分析的，佩洛西访台话题啊，在这个佩洛西和拜登政府官员之间呢，造成了罕见且引人瞩目的党内裂痕。这呢，都怪拜登的怯懦，试图左右逢源，这个团结本党迎战中期选举，没想到呢，成了党内分裂、政府分歧、两党对垒的平台。那么最大的失败呢，是拜登啊适得其反。佩洛西窜访台湾呢，不仅仅是中美关系问题，而且呢，成了中期选举议题，成了美国两党呢相互拱火破坏台海和平的角斗场，这呢是无助于解决问题的，相反呢会激化问题、激化矛盾，对中美两国呢都没好处。我觉得呀，美国政坛怎么闹由他们去吧，但是我们中国呢要坚决的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这是第一性的，不允许外来势力来干扰破坏这个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这个中国国防部呢把话讲明了，若佩洛西访台成行，中国军队绝对不会坐视不管，解放军的工具箱呢是满的，这个谅佩洛西和美军呢都是不敢造次的。在佩洛西窜访台湾闹得沸沸扬扬之际，台当局进行军演，蔡英文还登上了军舰。那么您觉得这传达了什么信号呢？在台海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那么在佩洛西是否访台成为热点以后，台湾呢连续5天的军演，模拟了解放军来袭时啊，这个台湾将如何应对？我认为呢，这里传达了3个信号：一是如果佩洛西访台，解放军呢是一定有行动的，有可能引发军事冲突。这一点呢，台湾当局都切实感受到了。与其说军演是预防解放军来袭，还不如说呢，台当局呢用军演来证实解放军呢是要来争的，不会容忍台独势力和支持台独的外部势力。二是台当局呢用军演来表达对佩洛西台湾立场的感谢，摆出个姿态，但是知道呢这个佩洛西恐怕不敢到台湾。第三呢是显示出台军的势单力薄，哪能对抗解放军呢？这个台湾军演呢进一步暴露出这样一个事实：台湾呢试图在军事上对抗中国大陆，那注定是要失败的，是螳臂挡车。台军汉光38号演习进入第3天，重点演练反登陆作战。外界注意到，与往年不同，今年的汉光军演着重战力保存、联合防卫，甚至罕见的士兵模拟城镇巷战。从操演内容看，体现出台军方怎样的作战理念？为何岛内评论认为这预示着民进党民心向背的到来？来看详细分析。周三清晨，台军金门防卫指挥部采取实兵、实装、实地方式，在金门候补地区进行联合反登陆作战演习，10项44件各类轻重型火炮武器轮番开火，并依托平时战场经营，验证指挥通信、作战训练及后勤保障，以发挥联合战力。
今年的汉光38号演习从周一持续到周五，号称近年来规模最大。尤其在周二，台海空军几乎倾巢而出，出动舰艇20艘及10余架空军各型战机，在宜兰苏澳外海举行海空联合截击作战实弹操演。除了各型主力战舰外，台空军派出7个联队战机参加，包括经国号战机、F5战机、幻影2千战机、F16V 战机、P3C 反潜机等。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登舰全程视察。我们一起继续努力，守护家园。不过，就在演习期间，台空军幻影2千战机发射的魔术近程空对空导弹和 F16战机发射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都明显未命中在空中作为标靶的热焰弹，就连台媒也都承认现场尴尬。事实上，这并非台湾汉光演习首次出丑。2006年7月，汉光22号演习发射导弹时严重脱靶，一枚落在距离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约200米的海面爆炸，引发一场虚惊。有记者还捕捉到陈水扁鼓掌鼓到一半，看到导弹脱靶爆炸吃惊的表情。而在更早的1994年9月，李登辉亲临台军汉光11号演习，然而台海军成功舰却误击民间脱靶机，造成4名机员罹难。令台军方尴尬的还不止这些。据岛内媒体报道，为躲避解放军的所谓侦察，今年的汉光38号联合军演专门将演习地点设置在台湾东北海域的花莲湾海。然而，就在演习的第一天，解放军的无人机就首次完成绕台飞行。更让岛内舆论震惊的是，发现这架无人机的还是日本防卫省。台防部门仅提到，除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外，还在台湾岛西南空域发现解放军运8和歼11战机。日本防卫省周一下午通报称，一架解放军 TB001 双尾蝎无人机从东海飞过宫古海峡，然后转往西南方向飞行，经过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之后，沿着台湾东部外海飞行。有关资料显示，双尾蝎是解放军最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之一，重量2.8吨，翼展20米，机身长10米，滞空时间可超过30小时，最大航程达6000公里，并有携带武器的能力，最大载荷达到1吨。它是一种长航式的无人察打一体机，也就是说，它一方面可以通过它的无人机上载的各种各样的光电设备、雷达系统啊，对整个台军的所谓的演习的行动啊进行一个全面的掌握啊。另一方面啊，如果真的台海形势发生异动，那么这种飞机不但能够对战场形势、在场态进行感知，同时它也有相当大的攻击能力啊。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给出的一个信号啊，是一种威慑和震慑信号。根据台军方此前公布的消息，今年的汉光军演的流程主要分为战力保存、整体防空和联合防卫3部分。外界注意到，有别于过去的反斩首战略，本次演习扩大到整个行政中枢的保卫战，其中有以假想台北港及淡水河若遭空袭，台军将如何反击。另一方面，演习还罕见地进行了实兵模拟城镇巷战。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在淡水河口反突击科目中，台军在淡江大桥下挖掘近100米错综复杂的战壕系统，并部署后备役官兵，模拟直接上火线御敌。据悉，这是依据美军攻势的教范。美在台协会安全合作组也派员实地勘察阵地，了解城镇作战构想。此外，该科目还模拟敌军沿路推进，准备包围台北港。台陆军在沿途各路口部署标枪、反坦克导弹，以截击装甲车辆。在大楼高点则部署毒刺肩扛式防空导弹与反装甲武器。汉光军演期间，也同时启动1连4天的军民联合防空万安演习，提升军民动员作战和应变能力。我们知道台湾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地区啊，那么基本上在大部分台湾的西海地区，一上岸基本上就进入城区了。台湾方面叫城镇战，其实用我们的想法就叫巷战了，就在城市地区啊，比如说特别是在新北地区，在那个淡水地区啊，绝壕据守啊。一方面可能是台湾方面认为，另一方面也我觉得背后可能也有美国人的受益，就是说啊，用这种方法啊，可以最大限度的进行阻止和消耗。但是从美国和台湾的势力来看啊，这种方法啊，台湾人民可能要付出巨大牺牲。有观察指出，整个汉光演习又回到传统的作战方式，不再只是单纯认为台湾遭到封锁，或是导弹定点清除特定军事目标，而改以参考当前的国际局势，认定台海作战也会是一场所谓持久战。这其实就是美军一再要求台军方进行所谓不对称作战。
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为了自身的政治目的，仍然不放弃抗中保台的政策，非要把台湾民众拖进战火中洗礼不可。这种背离民意的政治操作，终究会被民众所唾弃。一旦民心向背，必然让民进党走入历史的灰烬中。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岸的军事力量对比，最近10年左右，10到20年吧，应该讲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从哪一方面讲，从陆海空天啊，包括电磁啊，应该讲大陆方面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啊。而且这个压倒性是不仅针对台湾方面啊，就连美国方面，他们也日益感觉到，就是说，直接进行军事干预台湾啊，他们可能越来越力不从心。从这点看，就是说我感觉就是民进党这方面，他们可能是有一种孤注一掷的感觉。来关注俄欧间能源博弈的新进展。上周四，为期10天的北溪一管道年度检修结束，俄方如期恢复供气，让饱受能源短缺压力的欧洲松了口气。但这口气还没顺，俄气公司周一就宣布再次降低输欧天然气供应量。面对供气量进一步腰斩，并且俄方极有可能彻底断气的情况下，欧盟方面周二在争吵中达成了一项缩水版省气协议。各国自愿将今年冬天的天然气需求减少15%，以确保安全过冬。欧盟27个成员国能源部长周二在布鲁塞尔召开特别会议，商讨如何解决天然气短缺问题。根据达成的协议，欧盟成员国同意在今年8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期间，根据自愿的原则，将天然气需求在过去5年平均消费量的基础上减少15%，即450亿立方米天然气。如果届时出现天然气供应短缺等情况，欧盟将采取强制措施减少天然气需求。欧盟理事会表示，此举是为了在冬季来临之前节省成本，为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可能中断做好准备。针对不同成员国的特殊情况，为提高协议执行的有效性，欧盟理事会还对部分成员国予以豁免。其中没有与其他成员国天然气网络互联的成员国不受强制减少天然气需求的限制。电网与欧洲电力系统不同步且严重依赖天然气发电的成员国也可获得豁免，以避免出现电力供应危机。值得注意的是，之所以有这样的豁免条款，是欧盟内部经过吵架后妥协的结果。谈判过程中，各国纷纷搬出了自己的豁免理由。西班牙和葡萄牙认为，他们很少使用俄罗斯天然气，不愿做出不成比例的牺牲。希腊担心15%的减气目标会令经济和消费者负担过重，而已经囤满98%储量的波兰则拒绝我气他用。还有更多国家反对授予欧委会强制施行用气配给制的权利。有分析认为，由于欧洲国家能源政策、经济处境、对俄依赖各不相同，谈判代表们似乎无法形成一刀切的解决方案，因此才有了长长的豁免清单。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估算，这样一番豁免下来，最终的节气数字可能缩水至接近10%，而不是大张旗鼓宣传的15%。不过，欧盟各国能源部长一致认为，对计算的争论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协商过程中已体现了欧盟的团结，体现出来，欧盟总体上对于这个能源制裁呢，一定要坚持下去的这个意志，为此呢，他们不惜制定这种提前这个防御的这种计划。实际上，欧盟多国已经陷入了能源危机的漩涡中，为了节能省钱，不少国家开始出台各种措施。根据德国工商大会的最新调查显示，由于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被迫停产或减产。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为了节能省钱，出台了一系列关灯措施，包括夜间关闭室内旅游地标建筑的灯光等。法国虽然对俄能源依赖程度低于德国等邻国，不过与欧洲其他国家相似，法国多地近期持续遭遇极端高温天气，空调用电需求增加，加剧能源供应紧张。据报道，法国一些城市7月通过市政条例，对违规开空调的商店处以罚款，现在将推广到全国。违反空调使用规定的商店将被处以高达750欧元（约5100元人民币）的罚款。今年2月俄乌冲突发生后，欧盟对俄实施多轮制裁，但欧盟天然气市场约40%供应来自俄罗斯，短期内难以找到替代供应源，这让欧盟始终没敢对天然气下手。但在欧盟看来，俄罗斯极有可能彻底切断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这一假设似乎越来越可能成为现实。据央视新闻援引外媒的报道，当地时间周3，德国天然气管道运营商 Gasgate 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另一台涡轮机停止运行的影响，北溪一管道的天然气供气量已降至最大运力的20%。
根据俄方介绍，在俄罗斯波尔托瓦亚压缩机站总共有8台涡轮机，至少3台需要维修。其中1台涡轮机在6月中旬送到加拿大维修后，加方出于对俄制裁，至今还没有回到俄方手中。北溪一天然气管道的正常运行就取决于这些涡轮机。实际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周一就已经预告，因技术原因，北溪一天然气管道供气量自周三起将降至目前的1半，即最大供气量的20%。俄系方面的声明还称，虽然加拿大方面同意经由德国归还俄罗斯涡轮机，但加方的许可证文件并未消除制裁风险，还会引发更多问题。俄气要求西门子公司提供必要的文件和说明，以避免涡轮机明天又被带走。德国经济部很快发表声明，称俄方举动与技术无关，而是要惩罚欧洲。纽约时报援引观察人士认为，俄方此举意在利用能源出口作为惩罚和分裂欧洲的手段。美联社在报道中提到，匈牙利除了反对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上周还向俄寻求额外能源进口。报道认为，俄罗斯打天然气牌对欧洲的团结带来考验。俄罗斯专家周刊则写道，欧洲已出现分裂和摇摆，一些国家急于与俄和解，另一些则在寻找进口替代。它不是一下子把这个供气停止，而是不断的在减少，所以就是它使用了心理战，我认为就是进一步的来威慑欧洲。第二个，我觉得俄罗斯的目的还在于分化欧洲。第三个目的呢，只要有机会能够重拾缓和与美国、欧洲的机会。如果要是他不想缓和的话，他会马上把这个天然气掐掉。在能源问题上焦头烂额的欧盟指责俄罗斯把能源用作武器，正在进行能源敲诈。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反驳称，俄罗斯没有兴趣切断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他强调，俄罗斯是一个负责任的天然气供应商，并重申供应减少是制裁造成的。另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周二报道，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抵达俄罗斯莫斯科，将与俄方就能源政策问题展开沟通。当天早些时候，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暂时没有与施罗德会晤的计划。欧之间的这个能源供应问题确实是就是相互依存的这种关系。如果假如说欧洲不买它的天然气的话，对它来讲其实也是一个损失。所以说就是在这个相互依赖的这种进程当中呢，确实是杀敌1000自损800，就相互之间都是一种伤害。继续关注俄乌局势。就在俄乌两军继续对峙之际，俄罗斯国防部周二发布声明指，东方2022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将于今年8月30日至9月5日举行。俄方称，俄军进行演习的能力不会受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影响。据俄罗斯国防部声明，东方2022战略演习旨在确保东部地区军事安全，将覆盖东部军区13个靶场。除了东部军区部队、空降兵部队、远程轰炸机队和运输机队以及其他国家的军队将参与这次演习。演习将由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指挥。路透社解读俄方此举表明，尽管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持续数月，俄军仍着眼于保卫所有国土，军队活动照常。俄国防部在声明中说，多家外国媒体散布虚假消息，妄称俄方正在进行动员，以调集更多兵力赴乌克兰。事实上，仅有部分俄军参加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但兵力足够执行军方领导层设定的所有任务。俄罗斯武装力量的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由俄军各个军区轮流举行，承担今年演习任务的东部军区包含西伯利亚东部和远东地区，司令部设在哈巴罗夫斯克，下辖陆军多个集团军和海军太平洋舰队。2018年9月，东方2018战略演习在东部军区举行，近30万人参演，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受邀参加。俄国防部声明说，既定作训活动以及俄罗斯国防部负责的军事技术和国际合作均将得到执行，所需的兵力、武器、军备和物资都将得到保障。俄乌战事方面，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周二表示，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尼古拉耶夫州等地的军事目标，摧毁了乌军的黄蜂 AKM 防空导弹系统发射装置，由美军提供的雷达以及火炮武器弹药库、指挥所等。俄军还对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外国雇佣兵驻地进行了打击，打死多名外国雇佣兵。乌通社同日则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过去一天，俄军对切尔尼戈夫、苏梅等8个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炮击，对敖德萨、尼古拉耶夫等乌克兰南部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导弹袭击。
在赫尔松地区，乌俄两军进行了激烈战斗。Було завдано ударів літаками Су-35 або Су-30 з акваторії Чорного моря. Літаками завдано ударів ракетами Х-59. Їх вилетіло 5 ракет таких, власне, переважно Одеська область, тому що ми, на жаль, ще не отримали тих важких озброєнь, про які ми мріємо, які ми хотіли отримати. Це далекобійні системи протиповітряної оборони, такої середньої дальності. Ми поки що маємо від партнерів поставки лише。据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俄军近期在顿巴斯核心地区的地面攻势强度有限，其行动节奏甚至于本月早些时候进行战术休整期间没有明显变化。该研究所还公布了过去1周的热异常遥感数据，显示顿巴斯前线的火情持续减少，也意味着俄军的炮击频率在降低。有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行动放缓可能只是表面现象，俄军正着手组建和训练新的作战单位，为更大规模的攻势做准备。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乌克兰通讯社周一报道说，英国首批6套风暴防空系统已经抵达乌克兰，并投入前线使用。风暴为短程防空系统，主要是为了应对攻击型直升机和低空飞机对装甲部队构成的威胁。由德国提供的首批3辆猎豹防空坦克周一也运抵乌克兰，并交付给乌克兰武装部队。此外，由波兰提供的 PT-91 主战坦克也已运抵乌克兰境内。这是波兰在苏制 T-72M1 主战坦克的基础上改进研制的一款主战坦克。另据俄媒周一报道称，俄联邦安全局日前破坏了一起案件。乌军方情报部门向俄军飞行员许诺提供200万美元及欧盟公民身份，策反他协助劫持俄罗斯武装部队的飞机叛逃西方。Этими действиями я должен был показать свое негатив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политике руководства страны по провед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а также мотивировать летный состав на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о Родины。俄军飞行员表示，该特务机关甚至提供了飞行员下降和着陆的示意图、军用机场的技术说明书以及周边地区的地图。俄飞行员表示，这些信息对俄军精确制导武器的打击将有帮助。Они настолько поверили в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угона самолет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周3在京隆重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荣誉称号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八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和证书，向获得荣誉称号的单位颁授荣誉奖旗。八一大楼仪式现场，部队官兵和文职人员代表整齐列队，气氛庄重热烈。下午4时，18名持枪礼兵正步入场，伫立两侧。颁授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习亮宣读习近平签署的中央军委授予八一勋章和荣誉称号的命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主持仪式。杜富国、钱其虎、聂海胜等获得八一勋章的同志依次上前，习近平为他们佩挂勋章、颁发证书，同他们合影留念。随后，习近平向获得模范地空导弹营荣誉称号的空军地空导弹兵某部2营颁授荣誉奖旗。颁授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习近平同获得八一勋章的同志集体合影。党的18大以来，我国建立起以共和国勋章、国家荣誉称号、7一勋章、8一勋章、友谊勋章以及功勋部的5张1部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八一勋章是由中央军委决定，中央军委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军队最高荣誉，授予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建立卓越功勋的军队人员，一般每5年授予一次。此次获颁授八一勋章的杜富国是忠诚使命、英勇无畏的排雷英雄。2018年，在边境扫雷行动中，时年27岁的杜富国为掩护战友被炸致残。
2019年，杜富国被授予排雷英雄战士荣誉称号。今年7月19号，杜富国顺利康复出院。虽然目不能视、袖口空空，但杜富国说：“虽然没了双手，但我还有双腿，可以继续为梦想奔跑。虽然失去光明，只要心中升起太阳，我的世界依然五彩缤纷。”钱其虎是科技强军为国驻盾的防护工程专家，他一路披荆斩棘，解决核武器空中、触地、钻地爆炸和新型钻地弹清澈爆炸若干工程防护关键技术难题，建立起我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体系，创立了防护工程学科，引领着防护工程科技创新，献身铸就我国固若金汤的地下钢铁长城事业，荣获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聂海胜是矢志报国、3巡太空的英雄航天员。他出生于贫苦之家，但学习刻苦。经过努力，1998年1月，他入选为我国首批航天员，分别执行了神舟6号、神舟10号和神舟12号飞行任务，2度担任指令长，并成为首批进入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2005年11月，聂海胜被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航天功勋奖章。2013年7月，被授予2级航天功勋奖章。去年11月，聂海胜获颁1级航天功勋奖章。